大家好，今年实在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我们尤其是对我们在大马认识的朋友，哪怕是提前3周，他都觉得时间快不够了，要做很多事情。最近在我们聊天的群里面发生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有人拿出了一个 list，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前因后果？大家都是很忙，我就觉得我怎么一点都不忙。为了主动求内卷，我就跟大家说，大家都在忙什么？我们好几个群友就纷纷贴出了。对，首先一位很热心的群友就贴出了他要干的事儿，我忙一看10几20件，然后这2天大家又在这张清单的基础之上又开始衍生出了很多其他事情，我感觉有点闻所未闻。OK， 既然闻所未闻，那么是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可能对大家来讲是稀松平常，是每年甚至于平时都在做的，也有可能你觉得不对，我们过年还会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你看每个人把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评论集合起来，大家多多留言，一定是非常有趣的。先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列出了哪一些事情，我们来看一看他的清单。我看到前面我觉得基本上都是家庭清洁类，可以这么说。比如说还有提到洗厕所、换洗窗帘布、换洗床单、抹这个橱柜、抹门窗，这些应该是算是家庭清洁，而且写的又特别具体。是，我想想，这个简直是太夸张了。就对我们来讲，就洗厕所，我觉得马来西亚人肯定负担要比我们中国人重，因为他们的居住条件普遍比较好，可能在家里面一个卫生间比较少，都是多个卫生间。像我们这位朋友，他就列了，估计家里面有3个。而且我要纠正你一个概念，洗厕所没有那么简单的，不是把马桶刷一下就可以了，而是你所有里面的橱柜、浴缸、淋浴房，甚至于地面上面的瓷砖缝，你都要这样去刷一遍，这个工程量是非常大的。有道理，这个我确实忽略了。洗厕所不等于洗马桶，讲到这个我确实脑袋里被你猜到了，我想的就是刷洗马桶。那你想想，整个厕所是指整个卫浴，那是一个空间，而且我估计这个朋友他们家应该是蛮大的。为什么？因为他写的洗厕所破折号2/3狗。那就是人家家里面起码3个厕所。我前2天试了一下，我们家一个厕所吧，我就只是蜻蜓点水的洗了一下，基本上是3个小时一个。一个浴室是吧？一个卫生间，因为有浴缸的部分，有厕所，有台棚，上面有玻璃，还有地板和这个墙砖，应该有很多了。对，甚至于花洒这些，就洗干净。我们可能是属于懒人，这成年老垢这玩意儿，这实在是刷起来非常的痛苦。想想挺有道理的，因为一定是有人到家里要做客。另外今年也是希望焕然一新，别人到家里来做客的时候就很有可能要会去使用卫生间、使用厕所所以他是列成头等大事这个是他很长的一个清单的第1条。大家会不会你洗厕所洗得快不快？有些什么秘方是请嘎嘎洗的还是自己洗的？跟我们这个分享一下。那我们今年王太也是慢慢在花时间是吧？你说你洗了1个了，那我们也相当于完成了二分之一了。 Positive thinking 就把每次洗厕所还有这些做这种有氧运动了。对。然后第2个这个我真的是做不到，换洗窗帘布。我也要跟大家说一下，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太危险了，因为我们家的层高特别高，大概有3米，我觉得应该是有3米多。反正我们家的梯子踩上去，你跟小王俩都吓得要死，觉得我要摔下来。所以我们家洗窗帘，我们都是请别人拆过去，洗完之后再给我们挂上去的。对。但我看到我们的这群里面的群友们，他们不光洗了窗帘，太牛了，把那个纱窗也是卸下来，这个工程量可以想象是很大，光是拆装，我想你家因为它不会只有1副窗帘，你客厅每一个卧室、书房这些都要有那么多，这些拆装都好几个小时，那么大的东西怎么洗？2层不洗很累的。对，我看到有一些我们的群友是在家里面自己洗的，我只能说你们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因为爬上爬下已经是大动干戈了，双手去悬挂这个窗帘真的是也很累。这个有遮光层，有纱窗，还有很厚的那一层，我想他怎么洗？因为那么不好要手工洗吧？洗衣机能洗到吗？那么大？我们家洗衣机可能都塞不下，会不会就放到外面公共的那种大的洗衣机里面？这我们就不用替别人操心了，反正人家都已经对勾掉了，那真的是太勤劳了，很厉害。他看来他也是一个先把繁重的事情先做了的，再来换洗床单，这个也是很大的体力活真的是。平时都是你在做，很辛苦的。就你看，每过2周会帮我们洗一遍，是吧？感觉是很简单。我有一次带可以测心率的手表，我发现你抖这个东西，换床单，还有把被子塞进去被套里面去，再抖一抖，这个真的是
我的心率一下子就到了那个燃脂心率，你知道吗？相当于油门踩到底了。对，咱们家里面这个客房一个，主卧一个 Wilson 式的一个，就3套，你要得换。是，换完之后你得洗，还要晒，还要叠，还要再重新换上去。如果是每2周开和装各是一个动作，那差不多半周不到就得做一次这个动作，是还是蛮累的。对的。OK， 今年他特地把它写出来。好，再有像抹橱柜和抹门窗，这个也很累，因为家里一大片嘛，一样的问题啊。这个是非常好的拉伸运动啊！我这2天试了一下，抹橱柜。等一下，你是照着我们这个群聊朋友的清单开始作为参考的？对，我看了一下，因为以前在上班，在中国我们确实我真没有做过。等一下，因为大家会问，肯定很好奇，就说怎么你们在中国或者中国人平时都不做这些事情吗？新年不做吗？我相信有时间，像我们这个长辈他们以前或者全职在家的，他们应该再有比如说请专门的清洁人员来是会做的。但你知道我们平时上班是相对比较忙，再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年初1才放假嘛。等到你放假就已经开始过年了，那你就懒得做了，所以我们做的就比较少了。以前在上我们有请钟点工，但是现在我觉得这笔我也想体验一下，到底是过年做这些事情是怎样的一个体力活。这是亲自投入到劳作之中。对，好，我们再看它的 list， 这个我觉得叫锦上添花了。你比如说植物施肥、装饰新年物品，还要买新年花植。你看啊，对我来讲在中国我是没有听说过的一个事情，我先讲买新年花植。一个去买园艺的港剧里面不太能够理解，人家好像过年还要去逛花市，人家有专门的经典花市。然后我发现大家这2天群友们就是随着春节的临近，已经要快最后1周的时候，大家纷纷都是在问哪里有花圃，哪里可以去买花苗。就他们真的首先是会去买一些回来装点自己的庭院嘛。还有就是他们会放在我们群友们教我们，你的电视机旁边，家里面的角角落落可以放一些绿植，整个家里面就会焕然一新。这个也真的是我没有想到。以前好像最多过年我们会买一点鲜花，插一插鲜花就插2支可以。你会买，因为冬天什么腊梅，你妈有时候种的水仙也可能会开了。对，但是节的时候。这边大家觉得说真的是要养绿植，有土壤是你需要去浇水的这个样，他们还给我支招。我说我这养这个习惯我们是比较少。还有我想这里很多人是有自己的地屋的嘛，那他有庭院或者屋子也比较空比较大，摆这个绿植，我们比较少这样的文化。植物施肥怎么理解？植物施肥，你种过？我就在想，是不是这个有一些肥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味道，或者说它是缓释肥，它要提前放进去之后，确保过年期间花吸到了这个肥料之后就长势喜人，就在过年呈现出它最美的姿态，所以都是提前准备嘛。我们是这样的。这些作为没有庭院的人来说，我是非常羡慕，很难理解了。对，很难理解，也很羡慕，真的。讲到装饰，我刚还漏讲一个，也是有其他群友积极补充的，他要去找人写春联，甚至于买春联，再来贴春联，是吧？这也算是要过年前就把它给装饰好的。是，我们有一个群友，他是一直在想办法去找能够写毛笔字隶书的。我觉得这个精神我真的是要手工的是吧？还不要那种机械的啊。机械。还有一个朋友说要把自己的家里面贴春联这个事儿，因为家里的门楣都很高，我估计他们家也是那种自己的地屋，所以这事儿就女同胞干不了，一定要家里面的男士们帮忙贴。这位群友还特别讲究哦，他说自己精心挑选了对联，觉得这个对联的配色，家里面现有的进门叫什么来着？门框 porch 不是这个区域叫什么？玄关，因为家里面的玄关的灯光的颜色和他买的这个春联不是特别匹配。那是换春联还是换灯光？把门廊的灯光的色调再换掉，我的天，我真是太讲究了。这都是装饰的部分。你看大家除了春联，还提到叫装饰新年物品，这个有没有说做了些什么装饰？我感觉贴春联肯定算是一部分。对，还有一些什么吗？装饰还有就美化一下。对了，你光买了这个新年绿植不够，我们群友们还说还要去网上去买一些蝴蝶结。蝴蝶结，对，都把它打好，这大红色的都把它在这个植物上面都要装点好，挂点红色小灯笼，这个样子。这个事儿我以前都没想到过还要做。这个我必须要说，虽然很多事情在中国是做的但是我觉得买绿植再用蝴蝶结打好，这个确实至少在我们有限的粗鄙的经验当中没有碰到过。只有比方说新人结婚，那这个洞房的布置是这样的，所以他们有点是按照我们的洞房的布置规格很高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就武装到细节，你发现吗？好的，这个很有趣。
另外，大家还要有些东西是会新买回来的，这个就是跟 social 有关系了。比方说要出去见朋友，有朋友到家里来，那他就要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你有告诉我，有人开始去订年菜，对，这有是为团年饭做准备。我先来说一下订年菜，同时这个红包他们要去换新钞票，对，要去甚至于要什么装饰红包，对，这个是为了有交往而来的。再有送礼篮、买礼品这些，那咱们可以说说看吧。这4个与人交往也要做的这个事情。对，订年菜是指出去了买回来在家里烧的，还是说出去到饭店里面订？没有，他们基本上我们的群友们都是在家自己吃团年饭。我看他们开出来的菜单都有一些讲究，比如说鸡得吃整鸡，然后他们就一直在怀念一道菜，那个整鸭的菜叫八宝鸭。八宝鸭我听到过，讨论说哪一家的老字号的好吃，大家一看要命，现在来不及了，现在去订都已经不再接受预订了。大家团年餐的这一顿饭，外面订过来的这个菜一定都是要找老字号的，或者说是让他们吃了难忘的，很讲究。这个叫订年菜。我当时说去，比方说在中国，他会去一个什么镜花楼，买了所有已经做好的一个套餐。那听你这么说，他是东一个西一个，找到分别心目中最好的，把它全部 collect 回来，要这样来做的。对，就非常的讲究。还有包括你说去买年饼，他们都是可能直接就提前跟自己相熟的那种住家守候的订好，对，送过来。哎呦，说你能想象吗？今年光买年饼就花了800块钱，我觉得可以想象，当然可以想象，连我们都花了300有了吧？对，还有朋友说，比如说像虾签这种年饼，一定要自己在家炸。那像我们这种很害怕油炸的，那现在还有网上可以订到特别好，手工给你炸好，装在罐子里面，美美的。就真的是提前好几个礼拜就开始了。看起来像我们去超市 mall 这个里面看到的那一个漂亮的礼篮，已经是大家觉得最工业化、最标准化的东西了。他们那个用心的程度，看来是这个不简单。对，我们还有朋友说他自己家里面他的手很巧，他说他能够把礼篮自己扎出来，看上去非常昂贵、非常精美、非常体面的那个样子。早知道我们跟他订几个，不知道他能提供。我发现大家买年货的，他们都有一个想法，第一个是要去顾家的，是觉得吃下来味道是自己能够过得了自己这一关，就自己一定会吃的。第二个呢，他们希望能够买到外面流通市场上买不到的，不是那种大陆。这倒是，这样你跟别人讲起来也有一个故事，并且非常买不到哦，凸显出自己的用心，对吧？好，那刚刚有讲换新钞，是的，我在 IG 上面我也看到了，甚至有新闻已经在报了，银行门口每个银行今年什么时候可以给大家换新钞，这个是用来塞红包的嘛。我小的时候这样子的，现在我想有心的这个长辈应该还是会这样的，他们真的是要去银行，甚至要换那种崭新的连号的。当然中国送的红包比较大嘛，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个100块钱的那种，他们都是换好的，这边或者把它包好。哎，这个好像类似。我们群友已经有人去银行去换了，要等几个小时。这真的很有心，这只能换到10块跟20块票面的了。因为大家我通常就是一个意思，这个我们非常理解，不是说要一定要送大的。我们以前没有这么讲究，我说我们自己我们也尽量给新一点的钱，但是说要崭新的银行刚出来的还要连号的我们就没有做到这样子了。好，你刚还有提到红包，说装饰红包，这怎么理解？我也不太懂，他们觉得就是说小时候都是一个乐趣，想做纸工，做好的纸工，那种很美美的这种小花啦，或者其他的一些折纸，把它粘在这个红包，美上加美的感觉。还有人就说到以前小时候还是像仪式一样会手写这个贺年卡，然后装在信封里面再去寄给朋友们。我相信是有的。那总之要在红包 Red Pack 本身上花不少时间，因为你看刚才那个朋友的 list 上就有一个包红包，他为什么单独写出来？我相信他来说工程量，这说投下去的时间肯定是不少的。才会把它写出来，对吧？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以前我记得我们的红包长辈后面要写很长，希望你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就是。OK， 刚才有讲到和朋友互相交往，有一个也是我们终于也开始在做一点的，和各个朋友预约拜年的行程，对，把上门的时间约好。下周有没有时间啊？你看昨天就有个朋友他就问我说，
下周有没有时间？对，我们想来玩。我说我要过来啊。这个我想他们因为朋友多嘛，亲戚也比较多，大马人是不是也比较花时间的？是的，我们今年还做了一件很过分的，我觉得挺不要脸的，硬是要挤到一个朋友里面的老家过年，人家家里面对，我们要去柔佛，柔佛我们来了。还帮我们张罗去找折叠床，还有找民宿都找不到啦。我们要自带折叠床到人家里面去拜年，还要蹭住一晚。对，今年我们很特别啊，我们自带折叠床，你没有听错啊，可能要自带2个折叠床上柔佛别人的老家小村庄里面去过年。对，特别到时候等着我这个来做一个节目啊，看看我们这么独特的上门强行拜年。对啊，这个是大家要做的事情。还没有完，他们不单单你看和朋友交往，为了自己装饰家庭，还有你看这2个我可以把它摆到一起，一个是整理宠物窝，这也是他写的，还有买新衣，就一个是为自己，一个是为自己的宠物，对吧？这个有些什么好玩的故事吗？我暂时还没有，我不知道宠物窝还要装修，所以我还期待大家把整理好的这个整理成什么样了？对，我们家比较简陋，我要么也去买2个蝴蝶结给它上面扎一扎，做一个 before after 让大家看一下。我是买了一点猫的这种小可爱的小贴纸跟对联，到时候给那个橘子的窝里面稍微装一装。人的心很相通，看来你也做了一点，我们到时候看看橘子它的新窝会变成什么。它其实也没有固定的窝，是吧？对，还有那个买新衣服。昨天晚上我印象太深刻了，昨天晚上我们9点半到 Aeon 我们附近的 Aeon 去买东西，是门口正好有2个服饰店。哇塞，9点半我看到好多人都在试衣服，看来真的是要买新啊！那我也要去买一件新衣。是，我们一起去，要加入这个仪式，那我们才会真的有感知。我们在过这个年，我们才大脑里记得住。我们去买，而且我看大家买的基本上都是带一些红色元素，或者是很紧促、很喜庆的那种服。现在这边的今年衣服哦，它也做得非常的有特色。不是像我们那种传统的中式的唐装那种感觉，它只是色调里面偏红，或者会有一些花卉的红色元素点缀。我觉得平时穿也不是很突兀。这个短袖的要又漂亮又喜庆，我可能还蛮难的，我也挺想去看一看。我有朋友真的是去买了一套，真的非常美。行，好的，那我们也尽量把自己打扮的美一点。我要不要再去买个红色的假发，把它戴上去？像一花道一样的，不错。我们看到的后面的这些装饰，买东西送给别人都是往这个事情上面做加法的。有一个在物质上，在心灵上是做减法的，也是在朋友的清单上，叫做断舍离。他们有说些什么吗？没有，我估计大家都忙着断舍离还没有做完，所以这个话题目前还没有引起激烈的讨论。是，我本来想调侃他说，你先做断舍离，这个清单可能就会短一点了。那我可以理解，整个大扫除是不是家里要做，也经过了整理，经过了清洁，会多出很多东西。那你可能会扔掉一些，要重新归置一些，稍微让这个家里变得更极简一点，往那个方向去一去，是不是这样？断舍离，我不知道是很流行吗？大家会这样来做吗？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会怎么样去做的？是，好，那么这些你可以看到两边，其实我们自己在中国的生活经验，因为本来是上班时间比较少，做的比较少，有很多在我们的长辈，在我们的朋友那里也是会做的，但我可以看到这个用心程度。好像在我们认识的这些大马人中非常用心，可见华人新年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在中国，大家更多的是到朋友家聚会，这个我印象蛮深的。要么就出去吃饭，这个就会显无聊一点，因为除了吃，也吃的比较潦草，大家的沟通就不是那么多了。后面有慢慢出现一些趋势，大家喜欢说上班已经这么累了，一到新年大家就出国旅行。还蛮多的，像我就有很多朋友说，我们新年打算到大马旅行，你帮我推荐一些地方。有不少朋友是这样子的。我想出国旅行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年假相对来说都会比较少，大家出去旅行的平时没有空是吧？大家一个新年的长假对他来讲是难能可贵的，可以去旅行的这样一个假，又是跟家人在一起的，是吧？贵是贵一点，但是大家也会利用这个机会，难能可贵的机会去进行旅行。好。这个是我们说的，我也不知道我们说的应该是不全的。那大家会做些什么？各地有些什么差异？你们家有些什么比较独特的
传统，欢迎来分享补充，我们一起来热闹。我想起来有一点，就是我在上海做的，在这边没有做的。我们上海因为天气到了冬天比较干燥，家里面的这些家具我们都要打蜡，包括地板也要打蜡。对，是的，打蜡就是你要用植物油上去，真的是非常累的一件事情。对，那也是装饰家算在这个类别。对，很累的，我知道这个女性真的是为家里付出非常辛苦。那我们今年朋友来之前，我们也一起把家再装饰的美一点。虽然我们家比较家徒四壁一点，尽量把它装的美一点。好，那先这样，好，拜拜。